大家好，这里是课的书，欢迎回来。今天是8月7号，奥运会比赛日的第12天。在今天和下期的奥运专题系列中，我们将聚焦田径项目。田径比赛分为田赛和竞赛，田赛主要包括各种跳跃和投掷项目，竞赛主要包括各种跑步项目。今天咱们先聊聊田赛的体能问题。在前几期的视频中，我介绍了10项体能的概念和在奥运项目中的应用。在这些体能中，爆发力、力量、耐力、心肺耐力、速度和运动准确性是核心指标，而柔韧性、平衡性、灵敏性、协调性属于辅助体能。核心体能是比赛获胜的关键。那么今天我们就从田赛着手，将各种体能灵活地运用到比赛项目中去。一直关注这个系列视频的小伙伴，可以通过这期的分析，看看自己对体能的理解是否正确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入主题。田赛项目包括跳远、3级跳远、跳高、撑杆跳高、铅球、铁饼、标枪和链球。这些项目对体能的要求各不相同，但有一些共通点。我们就通过这些共通点，将之前讨论过的各种体能串起来聊聊。首先，爆发力是田赛项目的关键体能。爆发力是指肌肉在短时间内产生的最大力量，主要依赖于 2X 型肌纤维和磷酸原功能系统。运动员通过神经系统在瞬间调动更多的肌纤维，发挥出较大的力量。在跳远和跳高运动中，运动员在登地起跳的那一刻需要运用爆发力，以获得最大的跳跃距离和高度。起跳的瞬间不但要充分调动肌肉力量，还要确保发力的时机准确无误，哪怕是轻微的时间偏差，例如1/10秒的时间差，都会显著影响运动表现。而在投掷项目，投掷器械离手的那一刻是爆发力的最大体现。运动员需要将聚集的力量瞬间传递给投掷器械，时间节点同样重要，以确保其达到最远的距离。作为专业级别的观众，我们在观看田赛时，不是等着成绩出来了才知道运动员的表现如何，而是看运动员在起跳和投掷瞬间的力量输出和速度，以判断其爆发力是否运用到位。一个爆发力动作做下来，你就应该能预估成绩了。其次，绝对力量。绝对力量是指肌肉对抗阻力时产生的最大力量，主要依靠于 2X、2AX 型肌纤维以及磷酸原功能系统。相比于爆发力，绝对力量需要神经肌肉系统更长时间的激活，因此其爆发的速度较慢，但产生的力量更大。在跳跃项目中，绝对力量主要在撑杆跳中体现。在撑杆起跳和腾空过程中，运动员需要用力撑起身体，这一过程相对较慢，绝对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充分发挥。在投掷项目中，绝对力量体现在投掷器械时，整个身体需要保持稳定，以提供力量支持，这样才能保证器械在离手时获得最大的力量传递。绝对力量是投掷动作的基础，也是实现爆发力的前提条件。因此，绝对力量在田赛项目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，为爆发力的发挥提供必要的支持。接下来是柔韧性。柔韧性是指在不受伤的情况下，关节能达到的最大活动范围，主要依赖肌肉、肌腱、韧带的伸展能力。它影响着动作的幅度和协调性，还可以减少受伤的风险。在跳跃项目中，运动员在助跑和起跳阶段，身体是否做到充分伸展，直接关系到运动成绩。柔韧性高，身体伸展得好，就会提高起跳效率和跳跃距离。在投掷项目中，运动员借助柔韧性创造出的弹性，达到最大的旋转和伸展幅度，从而增加投掷器械的初始速度和投掷距离。如果说绝对力量是爆发力的力量基础，那么柔韧性就是爆发力的弹性基础。然后是协调性。协调性是指肌肉在完成特定动作时相互配合的能力，涉及神经系统的控制和肌肉的协同作用。在跳跃项目中，协调性主要体现在助跑、起跳、空中姿态调整和落地时各个动作环节之间的无缝连接。在投掷时，协调性体现在旋转、投掷和跟随动作的协调和完整。连续而完整的一系列动作是提高运动成绩的关键。最后是平衡性。平衡性是指在静止或运动过程中保持身体重心稳定的能力。无论是跳跃项目还是投掷项目，平衡性都是力量输出的保证。试想，一个失去平衡的动作一定不会创造良好的运动成绩。当然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身体好像失去了平衡，但是它们力量的传递线是平衡的。
可以说，平衡性虽然是一种辅助体能，但是重要体能的表达都是建立在平衡性的基础上的。观看比赛时，观察运动员在关键动作中的稳定性和姿态控制，就能判断其运动表现。总结一下，通过理解爆发力、绝对力量、柔韧性、协调性和平衡性在铁赛中的作用，大家可以更专业地判断运动员的表现。平衡性是所有体能的基础，柔韧性和绝对力量是爆发力的基础，而协调性起到串联各种体能的作用。希望这些知识能帮你在观看奥运会时获得更深入的观赛体验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